太冷了，我这个手痛死我了。我在中国最北的乡村黑龙江漠河市的北红村经历了人生最冷的时刻。北红村挨着中俄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实际上它比号称中国最北乡村的北极村还要更北。过去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北红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俄罗斯族民族村，因为这里约40%的村民为中国的俄罗斯族。接下来和阿树一起走进这个仿佛遗世独立的边境乡村，在零下30-40度的寒冬里，这里的村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树，现在早上的凌晨5点41分了。我现在把我行李箱里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免得冻坏了。还有这个手套，这个手套太重要了，因为我的手长期露在外面，就是拿着相机嘛。没这个手套的话，在这个极寒天气里面拿不了几分钟了，这个手就麻抽筋了。我今天带了5台相机出门，一个这漠河的天空特别的清澈，能够看到不少的星星哦。一般这种通宵作业的车都是在铲雪。像漠河的气温是零下24摄氏度啊，体感温度是零下29摄氏度呢。先找点早餐吃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四周啊，只有我身后这一间生煎包粥铺开业了，琳琅满目啊！糖酥饼2元一个，蛋挞3元一个，太阳饼3元一个，酱香饼3元一饼，黄金三明治4元。煎蛋2元，韭菜盒子2元，鸡蛋饼3元，火山石烤肠4元。这个是猪肉芹菜包，总共7块钱。在东北这边是这样子的，先有铲车把这个地上的积雪堆成一个小山啊，到时候会有一个大卡车过来，再用铲车把这个雪然后拉到这个大卡车上，然后拿到别的地方。现在早上的6点钟啊，漠河街上基本看不到行人啊，偶尔会看到1、2辆车辆。我现在要走去客运站，从漠河发往中国最北乡村的一个班车是早上7点钟啊，每天只有1趟。这户卖猪肉的商铺啊，他在制作血肠。你看这蓝调时刻航拍很漂亮的。因为漠河是中俄边境城市啊，温度最多，这里温度调零到前2达到52、4度。啊，零下40多度是什么感觉呢？我没经历过。那有出去就冷了，穿多厚，出去一会儿就打透了，这脚的冷的不行。刚上车2分钟就到客运站了。啊，太冷了！我刚才飞无人机啊，因为戴手套的话是不好操控的，所以就2个手都是光着的。然后呢，我就飞了10分钟，我感觉这个手都已经特别冰冷了，就是要快抽筋的一个程度啊！我感觉这个手露在这样的空气里，30分钟是极限了。我不知道别人，我感觉我30分钟是极限了，现在10分钟我就有点受不了了。这里是中国最北的城市黑龙江漠河市的黎明时分，清晨的蓝调和日出将至渲染的橙色，共同描绘出一幅北国边疆的唯美画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相邻的朝霞中醒来。我向来对那些被人遗忘的地方着迷，在那种不被看见的角落里，我好像能感受到一种出世的安宁、孤独且放松，不知从何而来的荒凉感，令人变得洒脱且宽容。
是客人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地图啊。在我们可以看到，号称中国最北的北极村，其实不是最北的，最北的是它往东大概100公里处的北红村啊。它是中国地理位置上最靠北的行政村啊。如果说中国地理位置上最靠北的，严格来说是乌苏里浅滩啊，但乌苏浅滩没有村落，所以中国最北的村就是北红村。咱们可以看到，漠河发往北极村的话是每天有3趟车，而发往中国最北乡村的话只有1趟车，早上7点半。这是去北极村的一些乘客。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去北红村的目前只有我1名乘客，因为相比于北红村啊，北极村它的旅游配套设施更完善，也就是说比较商业化，所以我不是很想去北极村，我想要去那个没有太多开发的，重点是免票的一个北红村。你像北极村，它虽然说是一个村子，它进去要收60块钱的一个门票的，好多人奇怪为什么我进一个村子里面逛一逛要收门票。北极村客运，那是江里面的鱼吗？鱼，好鱼。北红村地处最偏远的边境线上，可以说大部分的生活物资都是由漠河市运输过去的。漠河这个积雪得多高了呀？从中国最北城市漠河市驱车前往其东北方向的中国最北乡村北红村，有132公里的路程。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就是所谓的最北331国道啊。331国道是一条由中国东北延伸到西北的边境公路，起点为辽宁省丹东市，终点为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全长9300多公里。从漠河到北红村的这一段331国道一路向北延伸，穿过大兴安岭腹地。阿树在中学时特别喜欢地理课，大兴安岭这4个字听过太多次，曾以为遥不可及，此刻却近在眼前，十分感怀。大兴安岭位于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北部，是其东侧的松辽平原和西侧的蒙古高原的分界，是黑龙江与嫩江的分水岭，东北西南走向，南北走向约1200多公里，东西走向约200到300公里，平均海拔约1300米。大兴安岭是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寒温带针叶林地区，林地有730万公顷，相当于2个台湾岛那么大，森林覆盖率达74.1%。车上的司机告诉我，他开车往返于漠河跟北红村的路上，经常能看到穿过公路的各类野生动物，比如梅花鹿、狍子、野猪、猞猁、狼、棕熊、雪兔等。简而言之，大兴安岭是中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的保障。在距离北红村约40公里的地方就没有信号了，手机。北红村也叫俄罗斯族民族村。现在就从331国道往北掉头了，再有16公里就到了北红村。这电他妈就40米，电线这么高了，完了之后这才您说漠河机场吗？对呀、垫得很高。在北红玩的就可以在这里下车了，去龙江第一湾你就不要下车啊。我下车。这里有什么呢？那你们看看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车上的其他乘客除了阿树在北红村下车外，其他人继续搭车前往龙江第一湾。龙江第一湾位于北红村往东大概40公里处。之所以旅客比较少在北红村游玩，是因为大多数人如果想打卡游览中国最北乡村，是去的北极村。事实上，中国最北乡村是北红村，而不是北极村。奈何北极村更出名，因此大多数游客来漠河时，自然而然就会去北极村。太冷了，这个我的手都冻麻了。大家好啊，我是阿树。我来到了中国最北的乡村，这里也是中国最冷的乡村之一，这里冬天能达到零下50多度。然后呢，这个是黑龙江，中国跟俄罗斯的界江，对面是俄罗斯，这边呢是我国的一个村庄，这里40%的人口是俄罗斯族的。今天我和大家来看一看这里的居民是如何抵御严寒的，在零下50度左右的天气里是如何保暖的，如何度过这个冬天的。它的纬度啊，我们能看到的海拔是284米，然后它的纬度是北纬的53.505338度啊。
太美了啊！即便我这个手冻的真的发麻，但是我觉得太值得了。这里冰天雪地，真的就是黑龙江人民的金山银山啊！为了方便操作无人机遥控器，我把手套脱了，掉以轻心的我很快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在北红村的航拍是我此次东北旅行里最令我感到震撼的，看着那仿佛天外意境的雪白世界，不知为何心头涌出一股想要落泪的冲动。我感觉我这个手都已经成冰块了，我能忍受的极限最多是10分钟，我要赶紧下来了，我这个手感觉都冻死了，赶紧飞回来。我的天啊！如果谁能够不戴手套把这个手露在空气里30分钟、20分钟，我都觉得他是英雄。太冷了，我这个手，哇！我痛死我了。然后我现在这个手都已经感觉比冰块还冰哎！如果你这个手露在这个空气里面，简直了，真的是杀人般的冷。咱们能看到黑龙江呢，大部分已经是结冰了，还有一小点呢是露出这个水面吧，然后一直冒着热气。如果你喜欢阿树的影片，不要忘了点赞、关注、留言。路上基本没有人啊，大家都是在屋子里面猫冬啊，外面太冷了，不知道为啥，我感觉这个心脏这里有点疼，我先到室内暖和一下。啊，这也不开门呀，我想找一户人家躲一下冷哎。我这手套戴了2-3分钟了，这个手才恢复一点知觉吧，感觉不知道哪家人家是开着门的。这些是危房啊，你看它的地基是7上8下的，已经是不平整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先找一个地方，我先暖和一下，然后咱们慢慢聊。妈呀，想找一间能够进去的房子躲一下暖都找不到人哎，也看到没有。我想路上能遇到个人也好啊，但是我走了10来分钟了，没遇到一个行人，只是我在想我要怎么找到一户能够进去的房子躲一下冷呢？太冷了，我先休整一下，咱们再出来拍吧。我这个脸都冻僵了，感觉这个嘴巴都有点抬不起来，或者是感觉很吃力才能把嘴巴抬起来，张开嘴的感觉。你听，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鸟叫声，还有我脚步踩在雪上的声音啊。这镇子听说有200户人家，然后有300多人吧，人口。这里终于找到一个超市了，应该能躲一下冷，太冷了。不太好使。哎呀，太冷了，外面。不冷，现在这个才才20来度，这挂点5来度试试。哇，50多度。你得穿暖和点。啊。这带脸都护眼是里。哇，我感觉我这个手都感觉已经快冻坏掉了，就是已经。你要手冷是吧？你使劲搓，使劲揉。啊。使劲揉，要真要发白了，告诉你就坏了。发白别搞热水，搞冷血，使劲搓发红就好了。哦。你要不使劲搓，这个冻起化就麻烦了。是吧？哇，你看它不算最冷的，你在它20来度，光天冷零下5来度，你咋受啊？帽子，你把帽子摘了，往你套上。23了啊！你看这是暖和不少，戴这帽子，这暖和多了，你这不行，暖和多了。这样确实舒服一点了。12块钱。好，冻坏了会是什么结果呢？冻坏，你说冻厉害，再厉害，那个屁股就冻坏死了。你这揉，使劲揉揉，
啊，搓手。搓手。我儿子云南的，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一年回来一次1年回一次。啊？那你就见不到他了，平时。啊，见不着，有视频聊天的时候。我听说这里的话，它是有一些俄罗斯族人是吗？有，有还有100多口，100多人。那占总人口的多少呢？1/3。1/3啊。这几代人不是真正混血的啊。大叔啊，也是在他战争以后就过来了，就二战以后就跑到这边来。对。啊，跟中国的男人结婚了。对。现在都3、4代了。3、4代了哈。我是山东的。闯关东。当时没吃不着饭的时候，那会儿最起码咱能吃白面啥的，那吃不着，吃吊牙干啥的。说实话，咱那以前的时候，饿的时候那饿死多少人呢？90就可以了哈。各种米醋啊、酱油啊，方便面5块钱，肉罐头16块钱，纯牛奶、啤酒、饼干、酸奶、猪皮冻。刚才坐车来到这个北红村的路上，我们就发现了它的路的话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哈。司机告诉我，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是永久冻土带、永久冻土层啊，所以它冬天的话呢，它的路面就长起来了，然后夏天就陷进去了，因为可能冷热的作用嘛。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好些房屋啊是属于是危房的，为什么？也是因为它的地基是处在这个冻土层上面嘛。然后呢，就是温度的变化导致它的一个地面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有些房子就陷进去了，就是七倒八歪的。我看个纪录片讲的是，现在最冷的地方就是俄罗斯的雅库茨克，它那里的一个房屋呢，楼房呢都是就是先用木桩啊打到地下面去，然后在木桩建起的一个平层上建起来的，这样子的话就免除了它的一个地基就是变化导致房屋的一个坍塌这样子。大哥你好。2岁，2岁了。慢拉爬犁，慢拉斜翘。哦，就是个玩儿拉的。哦，它的这个毛挺特别的。可以看到啊，这里因为是一个边境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一些边防驻军的战士啊。这的太阳感觉挺刺眼的，我把墨镜戴上吧。如果你看我前面的影片啊，会发现我之前去了一个在黑河市汛克县的一个叫俄罗斯族地村的一个村子啊，那个村子就是基本没有任何游客，然后那个村子呢也是很多的俄罗斯族人，占一半，是因为当时2战嘛，这个苏联打仗死了很多男的，很多女性呢就成了寡妇，或者是一个女多男少的这么一个性别结构啊，让不少的一些俄罗斯女性嘛，她就越过黑龙江，然后呢来到了黑龙江省，所以呢就跟中国的男人就是结婚嘛。不知道北红村的俄罗斯族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冷的时候有多冷呀？有的40-50度了。您家是养了很多牛是吗？现在卖牛肉呗。卖牛肉，现在一头牛能卖多少钱？现在不贵，现在也就4-5十块钱，原先贵。现在牛肉都掉价吗？20多块钱。20多。25-26块钱，27、28块钱一斤。那以前贵的时候能卖1万多块钱一头哈。对，4、5千一头。好的4、5千、5、6千，反正也不一样。分大小。这还种地呢。种什么呢？种黄豆。黄豆、玉米。玉米种不了，这个生产地短，它盛不下来。种了多少亩黄豆呢？有60-70亩。60-70亩啊？你一个人种啊？都现在机械化，到秋天一收就行了。我看到有一个马车，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户人家养了很多牛啊。大哥你好。差不多就给我拉一圈去。拉我一圈啊。你先看看，要不我就卸了。拉一圈要多少钱？正常我们都拉的都200或者150就行。我再给你便宜点，100块钱够不够？不用了，谢谢。这是铁，这是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了。马拉雪橇。我们这叫话说白了就是叫马拉爬的。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呀？这得有100多年，就那个清朝时候，这慈禧太后知道吧？知道。这上东北来就坐这玩意儿来的。这个牛挺壮的。您家有几头马呀？好几个呢。好几个。
对。那牛有几头呢牛是9个。9个。对。哦。现在一多少钱啊？ 100也不多，给你50多不多？这是热水还是冷水呢？冷水。冷水啊。咱们能看到这头马的话，它的鬃毛上已经结了一层冰霜了。可以啊。马拉雪橇，最原始的交通方式。咱们能看到啊，它这个屋子屋檐已经挂了一层长长的冰挂了。大哥，您家冬天得烧不少煤吧？几吨要吧？几吨？啊，得14、15吨吧。我的天啊，那不是很大的开销？对啊，这光取暖就得烧好几万。一个冬天？对啊，得烧将近得2万大多。我的天，一吨煤要多少钱？1000块钱？1000多。啊。这是1000几是1000不到1100。啊。往上他们倒去，这这么一说，住那个城市里那个楼房就没那么贵了哈。对啊，他楼房他也在集体供暖，这是一台专门自己烧。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城市的楼房通常采用集体供暖。供暖服务公司根据市民房屋的面积大小收取供暖费，每个城市供暖费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每平米28元到40元之间。通常呢是10月份开始供暖，到来年4或5月份结束。越靠北的地方，集体供暖时间越早，结束的越晚，即每户人家每年冬天的供暖费一般呢是几千元人民币，比农村的平房自己要买锅炉、买煤取暖要更省事、划算、安全。这也是不少东北的村民到了冬天就会来到城市楼房住的原因，夏天才回村里生活。这个牛喝水很重要啊。有10来吨吗？这里啊？这里有多少吨的煤？这些啊，这是18吨。18吨。您家因为房子大，所以这个要的煤也多哈。对。18000。还有6000块钱没到。还有6000块钱没到。这些煤就是要度过整个冬天的，这个寒冷的漫长的冬天，大概有6、7个月是要烧煤的。我说爬犁工，就是政府定的还200呢。这是马爬犁乘坐价格200块钱一趟哈，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外面很冷嘛，这里很暖和，所以我一进来这个镜头就起雾了。你看，朦朦胧胧的，屋子里面真的跟外面简直是另一个天地啊！这里的话是零上20多度，就是室外跟室内的温差能达到40、50度呢。所以有人说东北的老人为什么待不住？老是去南方，在冬天的时候，是因为如果一冷一热的话呢，对于这个脑血管、心血管都不好，很容易有这种心血管疾病嘛。我这个手指头感觉还是那种很麻的状态，可能像这位大姐这样有8间客房啊，这是一个标间啊，卫生间，热水器啊，在这种冰天雪地里面有一间暖和的房子。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你看电视机、桌子，东北的这个红白的一个图案啊。这里特别暖和啊！如果你经历过那种极寒以后啊，你来到一间那种暖和的屋子里面，你真的能由衷的感到很幸福的。你看，有一种是刚才那种传统的标间啊，这个就是炕。大通铺啊，哇！我现在这个相机上面都是水珠啊，因为一冷一热嘛，它就结成这个水珠了，就像这种一样。这个塑料布，东北呢，就是每家每户到入冬的时候呢，都会在他们的房屋上这个糊塑料布，糊了这一张塑料布以后，它就防风嘛，它就不透风嘛。经过这一个步骤以后啊，室内呢能暖和个几度呢。除了这样一种塑料布以外啊，东北这个御寒保暖还有另外一种措施，就是建那个阳光房，也就是玻璃的一个阳光房，
但是那个造价成本比较高一点。像这种的话，它就没那么高的成本啊。你看，它都是用浆糊把这个给糊的严严实实的，那个风都吹不进来。咱们能看到，你看下面都是水啊，是吧？它是用那个塑料胶防风，是吧？防那个热气它不往外走嘛。外边还没糊呢，外边还得糊一层。哦，2层。我看有一些是做那个阳光房的，是吧？咱家前面就是啊。前面也有阳光房。这个，没看，就是这些都是你进来，这不是2层吗？哦，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那个就是外边那个就是。哦，您直接用铁皮啊？有一些是用玻璃，你这个铁皮的效果会更好。铁皮，它上面就是透明的，上面是有雪盖上的。哦，原来是这样。啊，上面是雪，它是透明的。哦。这个就属于阳光房。懂了，懂了。就是我家暖和。像整这个阳光房要花多少钱呢？像您家？它是350一平，我这会花了1万多呢。哦。哎，它一般就是说不坏的情况下就用着呗。就是害怕上面那个瓦，就上面那个盖子不是有雪嘛？雪害怕砸坏了嘛？这就是这个主房的雪流到它那头上了，它就是下不去嘛，就在上面了。要不它上面是透明的，不是玻璃，它是那一种塑料瓦。塑料瓦。这个就是东北常见的一个保暖的方式啊，在屋子的外沿呢建一个阳光房，它是这个塑料瓦的。咱们能看到啊，在滴水，是因为那个雪啊的冷跟屋里的热气融合以后，它就凝结成水珠了，就滴下来了。昨天零下35度。昨天零下35度。哦，那今天暖和一点了。今天现在是23度吧？26度啊，差不多。去年是48度多。前年是53度多，零下53度。对，前年。到12月的时候都是40多度了。40多度，38、9度。就这天就没有了，都是冷天了，就是。说句就是都是寒气嘛，冒白烟那一种，我们这个叫冒白烟，就是说，就是冷的那个寒气，冻完以后吧，你就使劲搁雪搓。用雪搓。用雪搓，用冷水洗，不能搁热水洗。洗都热水洗都容易得冻疮嘛，你就得搁雪搓过来以后它就发热了，它就好了。像那位大姐说让我在屋子里面不要戴帽子，跟不要穿那么厚的衣服，因为太暖和的话呢，等一下出去了就流汗的话就很容易感冒。你像咱们这都是实木房子嘛，都是实木的。实木的。这是炕，把手说这不是，这是暖气。这是管子。就是那个锅炉烧的热水就从这里流。对，从这流这不有管吗？上炕上也是。都是地热。都是地热。那个这都是整个屋都是地热，整个锅炉取暖嘛。所以说每个房间底下都铺了很多热水管。对。都是，这炕上也是。要不啥都是热的嘛。这不是一般的床，这也算炕哈。这是炕，这是说。老年人方便嘛，下来上去的方便。它这底下这里头都是水管，这里头。这里头都是水管。都是水管。这底下，夏天不烧火了嘛，就换那个厚海绵垫了。它是2种，冬天。席梦思那种。对，冬天它就是为了这个，它是暖和嘛。好嘞。所以我们能了解到啊，东北人家他抵御这个零下40多度、零下50多度的一个极寒呢，它是有3个方式啊。第一是给窗户糊上塑料膜，第二是建阳光房，第3是烧煤取暖，给每个房间通地热暖气。阿叔的东北系列影片已经来到了第36集，在前面的影片中有小伙伴留言说，我是彻底不敢冬天到北方去过冬的。其实经过上述这3个方法以后，可以说东北的严寒冬天其室内比南方没有暖气地热的室内要暖和舒服得多。当然这仅限于室内，不过话说回来，在东北的冬天里，大部分时候人们是不太出门，都是猫在室内的。这比我们这北的是没有的。这是中国最北的地方。对，北虽然没我这北，我们这北纬53.几，比它多几个点。点了个炒菜啊，先在这里吃个午饭，然后咱们再出去逛一下。大叔家的墙上挂着漠河地区最标志性的景点，包括龙江第一湾。北红村到底有多宁静呢？安静到令我差点以为我的相机的麦克风收音出问题了。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北红村的白噪音，可谓无声胜有声。太喜欢这里的这种宁静，然后远离城市的那种感觉啊！我刚才听那位大哥说啊，他说在黑龙江的人口可能有一半是山东来的，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个闯关东嘛。当年的话，在山东那个地方太穷了，吃不饱饭，饿死人了。然后来这边为什么能吃饱呢？因为这边地少人稀的，土地比较多，能种比较多的庄稼，能养活人，所以他大哥他的叔叔过来了，然后他也就跟着过来了。用他的原话来说啊，所谓的闯关东啊，其实就是逃荒。这一份静谧甚至让我觉得这里有种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饿了吧？饿了，刚才不饿，现在出去一趟回来就饿了。一会就玩完了。自己自己啊？那还真不贵，50块钱。50块钱不贵。这个是锅炉是吧？这是锅炉，就是他提供的小暖。啊，就是把煤扔进去。对呀。这个东西要多少钱？这个啊，这个是1万多。每家都要搞一个这个是吧？对，我瞅瞅过啊。它就是这个管道往里送。啊。它那个是循环的，这个是个泵带的，这里头有水。那这个水是不断循环是吧？循环呀，这是循环泵啊。对，它来回的循环呢，它热水、凉水都得送啊。哦。就是这个锅，凉水流回来，热水流进去。我们这一天没事了，拾到完房间就该整它掏灰。我来屋里淋煤，早起再把这个灰拎回去晚上。这是煤渣，就是往外掏煤渣，这是盛煤渣的地方。这个是看看火的地方，这个是填煤的地方。这里头就放煤了。哦，从这里放煤。对，填煤。这样子掏煤这样子的。对，都煤灰，来回是调风机的嘛。这个是引风机，就是一打着这个开关，它嗖嗖就响了，它就开始循环了。而且你也是山东人吗？我山东人。山东菏泽的。对。一块的。就是你是结了婚才来到这边。结了婚，87年，我就是搁家结完婚到这的87年，87年结完婚就来了。3月份结的婚，4月份到这。所以来这也。5月6号这大火，我这个人不害怕，我也不害怕，杀了俺几的就是。就是说来到半拉月光着的火。1987年漠河森林火灾是20世纪中国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造成职工居民死亡193人，中国境内730万公顷，苏联境内490万公顷的林地受灾，造成难以估量的动植物资源损失。它也是漠河地区的民众最悲痛的集体记忆。我在这集影片对此有更多的介绍。大姐给我送了一小碟这个花生米啊，米饭还在煮啊，我先吃点菜。这边圆葱炒肉的圆葱，我以为是那个大葱啊，它这个圆葱是指那个洋葱，这是洋葱啊。我觉得这个菜的分量挺大的。可以的，我挺喜欢吃软的，喜欢吃软饭。东北大米，好吃的。刚才那位大姐说，当年那个漠河的5、6大火嘛，就是烧到了这个村子16公里外的一个森林里面，然后呢，当时那个树皮啊、树叶的那个灰嘛，就吹到了这个村子里面，然后呢，他抬头一看，像是星星一样，就是那种火苗嘛，然后一直往下掉。因为北红村的影片接近90分钟，所以我将它分为上下集，本集是上集，下集将于明天和你分享。你好。你好。刚才大姐告诉我，就是他们好多年前有一个男的，他就是修车嘛，冬天里面，然后修车了以后呢，他这个手
就黑了，就冻坏了以后呢，后来就没了，这个手指头就切掉了。所以我感觉在这种那么冷的地方，这个防寒啊保暖是真的一点都不能疏忽的。因为我这个手指头还在麻，他让我用这个血来戳一下。这个地方特别的安静啊。然后刚才那位大姐告诉我，她说这里的话以前是没有电的，也就是02年才通电的。那么通电以前他们是怎么呢？就是用柴油机发电，然后每家每户呢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这个通电时间，也就是晚上7点半然后到9点半，最多撑到10点钟。那时候就是每家呢能偶尔看一下这个新闻联播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们装电灯以前是没有电表嘛，所以呢就是按装一台电灯算多少钱，是还蛮原始的这种情况。现在好了，他说以前的来这里的人根本待不住，因为没有 WiFi 现在的话电也有了， WiFi 也有了，然后屋子里面也很暖和，变化挺大的。这里虽然只是中国最北的乡村，却给我仿佛世界尽头的感觉。置身这一片雪白的禁忌世界，我的思绪似乎也化作了一片雪花，和千千万万朵雪花一样飘落飘落，在无我的境界里飞啊飞。我迷恋这仿佛世界尽头的寂寞不语。我听着这首 When the Sun Rises， 莫名热泪盈眶。我曾经历过许多黑不见底的深渊，但此刻我竟来到了这里，看得见这辽阔而美丽的世界。草木不语，天地无声，永远不放弃自救，就没有过不去的坎。